谈到小米生态链，谈到米家品牌，下面的话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刘德。刘德呢，是我们小米生态链的负责人，也是我们小米的联合创始人。他呢是全球知名的设计学院阿森特毕业的，之前呢在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做系主任啊，这是真正的老师。这个在创办小米的时候，他在美国，他从美国飞回来好几趟，跟我一起讨论我们怎么干小米，包括我们的新国货理念。其实我就是用新国货的理念忽悠他回来，参与了小米的创业。这个下面呢，我们有请刘德。好，刘德。好啊，谢谢雷总啊，大家好。我首先要感谢一下我们生态链呢已经有的这55家公司，因为在过去的2年里，你们看到的小米生态链的产品啊，都是这55家公司做的。在我们小米的内部呢，我们有一个170人的生态链团队，他们的任务呢就是充分的调动小米的资源，对这55家公司提供品牌的支持、供应链的支持、渠道的支持、marketing 的支持和投融资的支持。2年前，我们开始组队小米的生态链部门，他们都是来自小米的各个部门的早期的创业员工，他们最懂小米文化，他们把小米的价值观、方法论和产品标准传达给生态链公司，从而影响更多的行业。经过2年半的这样的实践和思考，我发现我们越来越找到了生态链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影响越来越多的行业，做感动人心的产品，提高国人的生活品质。大家知道，今天的中国的消费者啊，对产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了，这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日本去买饭包。在过去的2年里啊，我们看到大量的这样的报道，这个是我见到的最劲爆的一个标题了，就是中国爆买客攻陷日本。其实各种电视媒体呢，对这个也有大量的报道，大家在讨论说，中国游客为什么倾心日本电饭煲？有时候我们在讨论呢，说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崇洋媚外吗？其实不是啊。2年前我们组了个小分队，对这个问题深入的研究了一下。就是我们发现日本的电饭煲做的真正的好。那么中国的饭煲啊，我觉得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它把米饭煮熟。而日本饭煲呢，它解决的问题是，它能把米饭做得更好吃。用日本饭煲煮出来的米饭粒粒饱满、晶莹剔透。当然，说到这儿，我们也很惭愧了，因为这是很尴尬的一个话题。我们这个民族吃了几千年的米了啊，今天我们却不如日本人会做饭。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饭煲上。我先带大家普及一下饭煲的基本知识。这是一个普通的饭煲，普通饭煲的加热方式是电热盘加热的。电热盘加热方式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受热不均匀。比如说，你底下的饭可能已经糊了，但是上面呢还没熟，所以这是业界就是管它叫低端饭煲。那什么是中档次的饭煲呢？中档次的饭煲是 IH 电磁加热的，就是通过电磁线圈让煲体自身产生热量，这样的优势呢使它加热非常均匀。今天的日本高端饭煲都是压力 IH 加热的。电磁加热的基础上，再给它一个1.2倍的大气压，这样的话，在它煮米的过程中，米粒可以在锅里充分的翻滚，它加热很均匀、很充分。好，这儿我修正一个概念啊，大家说我小的时候也用电饭煲，对吧？也用高压锅，我们那个时候用的高压锅是1.7倍的大气压，
而日本的电饭煲是1.2倍的大气压。所以，日本的高端的电饭煲，它普遍采用的是压力 IH 电磁加热。大家再记住这个概念，它是压力 IH 电磁加热。只有这样的电饭煲才是高端的电饭煲。刚才我们提到了1.2倍的大气压，那这个数字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带大家看一下。这条蓝色的曲线，随着压力的增加，米饭的甜度、粘度在增加。这条绿色的曲线是米饭的色泽和弹性，但是它随着压力的增加，它在减低。那么这两条曲线的交界处就是1.2个大气压。在这个气压状态下，水的沸点是105度。在这个环境里蒸出来的米饭，颗粒饱满，粒粒均匀，色泽好，口感好，营养好。好，我带大家看一下国产电饭煲的市场。京东上呢有1034种国产饭煲，其中普通电饭煲有965种 ，IH 电饭煲有69种，没有压力 IH 饭煲。这很好理解了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中国游客到日本去买饭煲。其实日本饭煲的内胆呢，它也是很特殊的。我举个例子，我几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啊，有一次一个朋友他送给我一口铁锅，他告诉我说这东西很贵，也就200多美元。我说不过就是一口锅嘛，怎么这么贵，还很沉，对吧？后来一个以色列的同学他跟我讲，他说这种锅啊，就是今天欧洲的名牌的厨具都是这样的锅，它是一种铸铁锅，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壁厚，加热均匀。在欧洲家庭，这种锅是可以传代的，就是妈用完了传给儿子。所以这种锅的材料就是灰铸铁。灰铸铁有什么特点呢？它受热均匀，储热性强。因为这种铸铁材料，它含碳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在铸造的过程中有真空气孔。简单讲就是羽绒服效应，它热得慢，凉得也慢，所以它加热效果非常好。好，我带大家总结一下日本高端电饭煲几个重要的技术点。第一点，加热方式是 IH 电磁加热的，它的压力控制是精密的控制在1.2倍大气压，它的内胆材料是灰铸铁，所以日本饭煲它的技术好啊，价格更好。我们选了3个代表性的饭煲给大家看一下。第一，象印的 IH 压力饭煲，在日本本土的价格合人民币4700元，虎牌的3200元，东芝的4900元。其实超乎大家对一口锅的认识啊，这个价格。用1个字形容就是贵，用2个字形容就是太贵。但你知道这个价格可是在日本市场的价格啊。这个饭煲拿到中国来，它的官方价格会相当于日本市场的5到10倍，就是动辄上万块了。其实关于这个价格啊，可以用4个字形容，就是太 TM 贵。2年前，新宇同学找我，他说德哥，我们做一款饭煲吧。我说做一款锅干嘛呢？没有技术含量噻，我们是科技公司噻。好，那个时候我们对饭煲不了解，所以今天经过这种对饭煲的研究，我们知道啊，日本饭煲第一有科技含量，第二有用户需求，第三真心贵，第四国内没有。其实它正符合小米生态链选产品的标准，所以我们决定自己干饭煲。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是一家做手机的公司啊，我们这些工程师只会做手机，没有做过饭煲啊，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这个世界上最懂饭煲的人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做饭煲。我们查阅了国际的专利，在做专利检索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过，内藤义。内藤义先生呢，他是前3洋电饭煲的开发部长。
他是这个世界上第一台压力 IH 饭包的发明人。内藤先生今天也在现场。饭包团队的杨华啊，几次跑到日本，跟内藤先生沟通，细节我不讲了。最后他说服内藤先生加入他们团队一起做饭包。后来有人就问杨华，说你是怎么说服人家参加你们的团队的呢？其实他们不懂啊，工程师是有工程师的情节的。一个工程师的情节是什么呢？就是但凡他有机会做一款好产品，做一款更好的产品，他就去干，没理由。所以他很容易的就说服了内藤先生。说到这儿，我加一句啊，在很多公司找工程师是 HR 在干，但是在小米找工程师是工程师在干。这是一个江湖，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情怀，他是非常容易说服其他的工程师跟他一起打一仗的。这就是纯米科技，我们的饭包团队。主要看气质啊，主要看气质。我介绍一下这个团队的背景，这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奢华创业的团队。他们分别来自苹果、摩托、IBM、美的、飞利浦和三洋。所以，这真正是一家手机团队和传统家电团队的跨界组合。后来有人问内藤先生，说：“您功成名就，做了一辈子饭包，干嘛还要参加一个创业团队呢？”老先生也是用工程师的情怀告诉大家说：“我就是想做一款更好的饭包，希望有机会再卖回日本去。”有了靠谱的人啊，还得有靠谱的供应商。我们终于花2年的时间，导通了所有的全球高端饭包的供应商体系。我们说服全球高端饭包的供应商来支持我们。当然，这有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伊利普。伊利普还有一个名字叫德奥通航，它是米家饭包的代工工厂。它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虎牌和象印饭包的代工厂。如果我告诉大家说一家工厂多么靠谱，技术多么先进，产品多么安全，管理多么严谨，可能大家未必信啊。我就只想告诉大家说，这家工厂只生产2类产品，这是它的主要的产品啊。第一类是高端饭包，第2类是直升飞机。好，经过2年的时间，趟过了无数的坑，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我们今天终于可以发布米家压力 IH 电饭包。这回真的可以看看颜值了啊！我第一次看到这款产品设计的时候，作为一个设计师，说实话，无数的形容词一下子涌到我的脑海里，但我忽然又发现所有的词都不合适。后来我跟宁宁讨论啊，我说这个饭包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个设计师跟我讲，他说就一个词 ，peaceful。他说，它就安静地存在在那里，非常适合你厨房的环境，非常适合你餐厅的环境。其实这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今天的高端饭包啊，跟我们过去印象里的传统电饭包绝对不是同一个概念。
它是一台精密的设备，大家看一眼。一款饭包有768个元器件，这远远超乎我想象啊！我不知道一款饭包会这么复杂。768个元器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智能手机是1000到1200个元器件。所以说，今天的高端饭包它已经复杂到了逼近手机的难度了。那么，一个高端饭包它的核心难点是什么呢？压力。正因为有了压力，正因为它要微妙地保持在1.2倍的大气压，所以让它整体的结构更复杂，刚性要求更高。我抓里边一点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压力的核心的部分叫什么呢？叫泄压阀。通俗的呀，就是一个气孔，堵住这个气孔的是一个金属球。当金属球堵住气孔的时候，密闭加压；当金属球拿开的时候，放气减压。这说起来很简单啊，但这里边的难点是什么呢？是你如何控制这个金属球。目前日本饭包呢，大概都使用了这种机械的泄压阀。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说，这个金属球的泄压阀体是跟米的舱体相连的，它有一个机械的顶杆，这个顶杆被密封在上盖里。上盖里有机械元件，有元器件，有感应器，就各种的电子元件都在上盖里。那么，如果你必须要靠一个机械的顶杆来顶动这个球，就一定要在上盖里打一个孔，这个杆从孔里穿出来碰到这个球。目前的日本饭包全是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破坏了上盖的密闭性。当你用时间长了的时候，难免有蒸汽进入到上盖，产生不稳定。所以我们的工程师他们在探索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做设计的时候，他们在讨论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不碰这个球，但是可以控制这个球。所以最后他们选择了磁力控制。大家看，这个球还是在这儿啊。好，用磁力控制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充分地保持上盖空间完全是密封的。这样的话，结构紧凑，易清洗，安全可靠。所以很有意思，就是你如果沿着原来的思路想，你会想我怎么样尽可能的减小一个孔，用最小的孔穿一根最细的针来顶这个球。但是如果你完全换一个角度想，我们能不能不碰到这个球，但我能控制它，非常有趣啊！所以有的时候设计师或者工程师就跟魔术师一样，你知道。再比较一下这两个结构，为了干好这件事啊，为了用磁力隔空打牛的控制这么个球，我们做了不下10万次的实验。可见在技术上进步一点点都这么难，要做成一件球式有多难。我下面再讲讲灰铸铁内胆。做内胆的最大的复杂性是什么呢？就是工序长。一款内胆从灰铸铁的这种钢锭啊、铁锭啊，要一直做到最后的锅体，要有69道工序：铸造、CNC、搪瓷、热喷涂、粉体喷涂。69道工序做一个内胆。我到工厂去看过啊。就是有些过程啊，比如说铸造过程，或者是 CNC 过程，火花四溅，非常壮观。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想起那句“千锤百炼出深山”，就为做一口锅胆。大家没有机会到工厂去身临其境的看，所以我们做了个小 video， 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我们的铁釜灰铸铁内胆，很重，这东西壁很厚很重。这张图啊，大家可能很熟悉，做过饭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人不熟悉，千万别声张，这说明你不干家务活。就是一个传统的电饭煲，一口新锅你买回家，用6个月一定就是这样的，因为它往往会粘锅嘛，粘锅就不好刷嘛，不好刷你就硬来嘛，硬来就恶性循环嘛，最后就是这样子。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啊，工程师说，传统的国产的电饭煲，它叫相对不粘，而日本的电饭煲它叫绝对不粘。我援引了一下工程师的话啊，大家不要报道这个违反广告法。日本的电饭煲的锅胆，它用的什么材料呢？就是里边的这种不粘涂层，它是一种粉体涂层。所以为了追求这个啊，我们也选用了日本大金的粉体涂层。你们买到的虎牌、象印，它们表面的涂层都是粉体涂层。你知道涂层是一种材料啊，材料简单嘛，我们买嘛。但是怎么样把一种材料附着在锅体表面，这是技术。技术人家不会卖给你，你得自己干。所以为了把这层涂层怎么样涂在锅体的内表面，怎么样把搪瓷层涂在锅体的外表面，我们经历了18个月，做了3万次的实验。我记得杨华跟我讲过，讲了大概3个小时，就是这个整个过程有多么复杂。讲完以后，他说：“德哥，这个在会上千万不要讲啊，这都是我们趟过的坑啊，这都要保密的。”我说：“你放心，兄弟，这太复杂了，你就是让我讲，我也讲不清楚。但是我想把中间的几个小例子啊、小细节啊，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你要把金属这种粉体涂层涂在锅胆里边，你要找到它们中间的一个介质层。所谓介质层，就是双面胶，你直接粘不行，找一层双面胶。找了1层介质层可能还不够，它还粘不上，再找一种介质层，就又一种双面胶。啊，简单理解，介质层就是这样的。所以最后我们把它的内表面找了2层介质层，外表面也找了2层介质层。再算上内外表面的2层，整个一个锅胆，你不要看它简单啊，如果你把它放大了看，它有整整7层。我们讲材料很高端，你要寻找附着它的方式，其实对工艺要求和设备要求也很高。我举中间一个例子啊，告诉大家说这个介质层喷涂均匀有多么不容易。我们启用了6轴机器人，加航天级别的热喷设备。什么叫6轴机器人呢？我觉得有这个经验的人应该知道，它是加工潜水艇的那个螺旋桨的，而航天设备的这个喷涂设备呢，是专门喷涂运载火箭表面的。所以杨华说完以后，我说：“哎呀，兄弟，这回动静做大了。”我说：“这么做，那会不会很贵呀？”他说：“当然贵了，这贵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样，里3层外3层，整个成本下来，就相当于把锅体表面整个包了一层白银。所以大家买了一口银锅，你知道吗？我们费了这么半天功夫，做了大量的实验，启用了全新的设备，花了大价钱，效果怎么样呢？展示一下。再看一遍啊，因为太贵了。生态链呢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每一款产品它正式的发布之前呢，我们内部会有一个内测环节。其实也是一个体验环节啊，让大家看看这个产品好不好用，还存在什么问题。所以这口锅我们在内测的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内测啊。我们让大家都拿回家去煮一锅饭，倒一倒试试。哎，有人一倒1粒儿都不沾，有人一倒剩个3、4粒儿。
所以我们说这不是锅的问题，这是人品问题。我建议大家回家也自检一下啊，自检一下。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啊，我们就学过，中国呢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每个地区人的口味儿、米种、海拔都不一样。那么锅的产业啊，遇到最难的问题啊，就是你非常难做一口锅来满足不同人、不同地域的需求。这是个行业共同的难题啊，叫众口难调。从这个逻辑上讲，你买一口日本锅在中国用未必合适啊，因为日本锅是基于日本米调制的。我举例子，在中国南方，比如说湖南啊，或者是江浙，它的传统的米的品种啊，可能很不好煮，但是地方上又愿意喜欢吃这种米，你知道。所以我们派工程师背着锅到那儿去做场测，他发现当日本饭包在煮这类的地方米的时候，就可能会加生，所以日本饭包未必适合中国人使用。所以一口饭包非常难做到众口能调。传统的饭包行业，反正他们干了几十年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的团队里有一半是做手机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拿出手机，打开 App， 扫一下你大米包装上面的条码，那么它就会自动识别包装上的米种、品牌和产地，然后再根据你的海拔信息，他们把这个信息传送到云端。云端会给你的饭包精准地推送一个加热方案。好啊，大家这么喜欢，我就再说一遍啊。就是这个 app 会通过二维码确认出这是什么米种、品牌和海拔高度，然后把这个信息传到云端，云端会针对这个信息推送给你一个最匹配的加热方案。我举例子，红线是东北米，蓝线是丝苗米。大家看两种不同的米，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差异。绿线是湖南米，湖南米比较难煮，你看大火的过程就会多。如果相同的米种在不同的海拔上，这种加热方案也是不一样的。红色的是海拔0到500米，蓝色的是海拔500米到1000米。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微小的差异啊！你看到了1500米的时候，这个微小的差异，它只可能是差1度2度的问题，但是口感会完全不同的。所以小米的工程师经过全国范围的产测，一共为大家收集了2450个不同的加热方案。随着米家品牌这样的电饭煲使用的广度的推广啊，越来越多的人用，它就会贡献出更多的曲线来。所以我们在云端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的加热方案，这个曲线库会不断的 update。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解决了用一款饭煲通过推送不同的加热方案来适应不同的米种和口味儿。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做的还不够极致啊。雷总天天在公司讲要极致，要极致，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极致。不极致在哪儿呢？就是不同的人啊，他的口味偏好还略有差异。我们怎么能够调节米饭的软硬，来适应每一个人的口味呢？我再给大家阐述一下这个过程。你拿出手机，打开 App， 你可以通过滑动 App 里的按钮，来线性的调整你米饭的软硬。有极少数人没鼓掌啊，我估计他没听懂线性调整是什么意思。就是无级变速嘛，就是说你可以任意调整它的软硬程度，它是线性的。我再把这个阐述一下，因为很有趣，大家听一听。
就是你今天可以通过调整手机上的 app 来控制一锅米饭的软硬，你不觉得这是在人类煮饭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吗？我拿了一口锅带回家，给我老妈展示了一下，因为这可能对老太太来讲呢更神奇啊。她说：“我靠！”她说：“这太神奇了，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一代人啊，是想象不到如何用一个手机来控制大米饭的软硬的。当然，在神奇之余呢，他略显沮丧。你想想，我老妈是我们家最会煮米饭的。”做了一辈子的饭，攒了一辈子的经验，忽然有一天，他这些经验崩盘了。就是从这个小例子里啊，让我们反思这个世界的产品，什么样的产品算是一个伟大的产品？我觉得伟大的产品应该有这样的属性啊，就是它解放人，给人以自由。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伟大的产品，比如说圆规就是非常伟大的。在有圆规之前，你要画个圆，你要练2、3年；但有圆规这个工具以后，人人都能画。煮饭也是这样的，在没有这个 app 之前，没有这口锅之前，你要用10年的时间来学习到底米多一点，水多一点。但是忽然有一天，一个 app 完全解决了，它解放了消费者。我再举个小例子，一个年轻的技术男，第一次去女朋友家。他送了这么一口锅，而且主动下厨房，蒸了一锅完全不一样的米饭。吃的时候还拿出手机来告诉丈母娘什么叫线性控制。我觉得他基本上奠定了他在他丈母娘家的江湖地位。母亲节快到了啊！这口锅是送给父母，尤其是送给丈母娘最好的礼物。我觉得过去的2年我们没白干呐，就是我们终于挑战了一口传统锅的技术极限，并且我们实现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煮饭的体验。我们真正做到了真智能的电饭煲，我们做到了众口能调。我建议大家再拍张照，因为这太震撼了。好，谢谢啊。我们看一个关于这个饭包的 video。伟大的产品有一个特点啊，叫 magic。抱歉啊，我说英文。我带大家总结一下，米家压力 IH 电饭煲。首先，它是压力 IH 电磁加热的，它属于高端电饭煲。第二，它采用灰铸铁内胆，并且有粉体涂层。第三，它众口能调，是一款真智能的大数据饭煲。跑个分呗。要真能跑分就好了啊！我们比比细节。相应的，压力 IH 饭煲
4762元日本价；虎牌3229元日本价；东芝4989元日本价。大家注意啊，在中国市场的官方价都在1万到4万之间，而且有些配置还不如我们的好啊！你看，虽然都是电磁加热，但是4989元这一个，它的内胆是铝铸造的。所以我刚才普及了半天，大家一定要记住，灰铸铁内胆才是最高的。我再让大家看一下，对比一下颜值，就是多么简约的一个饭包。你看这些饭包上有一个显示屏，我们的饭包上是没有显示屏的，就是它的显示屏是隐藏在这层塑料的包体里的。一旦你使用它激活的时候，它一下子从下面亮起来，就像一个动物忽然间活起来一样。这样的饭包大概应该多少钱呢？准备好手机。999。好，我最后带大家总结一下啊。米家压力 IH 饭包，它是一个真智能的饭包啊。我那天想起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啊，问我的导师，我说：“王老师，咱们老说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什么是素质呢？”我的老师说：“你看，你们在大学里学的是知识，当你们走出校园的时候，知识都会被忘记的啊。那留下来的是什么呢？留下来的叫素质。”就今天各位啊，听了我讲了很多饭包的知识、技术、数据、工艺，当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差不多都会忘记的。那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是印象。我希望今天大家看完发布会，至少留有这2个印象：第一，米家压力 IH 饭包和日本的高端饭包一样好，甚至更好；第二，它众口能调，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能饭包、大数据饭包。当然，现在各个公司开发布会啊，推广它的产品，我们觉得每个公司还得有自己的社会责任。就是大家花时间听了这一场发布会，我们至少希望能够帮你转变一个观念，就是当今世界的高端饭包，跟传统的电饭锅已经完全不同了，不可同日而语了。今天的高端饭包和手机一样，它是一个复杂的、精妙的设备，所以只有做过手机的人才能把饭包做好。好，今天的米家饭包，对米家品牌来说，它刚刚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1年里，每个季度都会有全新的米家产品推出，敬请大家期待。谢谢。